这可能是让美帝最无奈的街溜子，能够以5马赫的速度、3万米的高度，在美国头上一边玩飙车一边咔咔拍照，属实是真让美帝大吃一惊了。因为面对这个黑不溜秋的小家伙，美军翻遍自己的军火库，他们是真的束手无策。那吴真8这么个小玩意儿，咋就这么能？他真的无法被击落吗？大家好啊，我是董。说起来，吴真8的意外露面，居然是因为电子游戏。21岁的美国空中国民警卫队1等兵杰克特谢拉，就为了在网上装逼，发布了一大堆美军的机密文件。其中一份文件就是2022年8月份，美军通过间谍卫星拍摄到了中国吴真8无人侦察机的飞行。据称，当时2架吴真8在东海上空以高于3马赫的速度，在3万米的高度上穿越了那沙的防空区，之后返回了中国的空军基地。这是美军第一次亲眼目睹吴真8的快速侦察能力，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他们自己也承认，这个小家伙最大的飞行速度未知，最大升限未知。这个3马赫的速度其实就是美军自己猜的，因为当年美帝最快的 SR-71黑鸟和 D-21无人侦察机最大速度就是3马赫。实话要是说多了，脸上实在挂不住。其实速度3马赫，高度3万米，这种来自 SR-71的双3指标，放在吴真8身上简直就是闹笑。从发动机、气动布局、机体材料上看，吴真8和 SR-71 D-21完全它不是一个路数呢。吴真8的屁股里塞了2台 YF 系列的火箭发动机，这可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动机，自带氧化剂，完全不需要进气道，专为太空而生。加上吴真8完全不用考虑人类的维生系统，只要燃料充足，它的速度和高度根本没有限制，甚至能一路飞到100公里高的亚轨道高度上。这种性能压根儿不是 SR-71和 D-21使用的冲压发动机所能比的。区3马赫的速度、3万米的高度根本不在话下，具体运作性能更多的是考虑成本和侦察效果。目前估计的5马赫飞行速度才是吴真8的正解，这一点美军自然心知肚明，但故意做了模糊处理。为啥？还不是因为目前美军对3马赫的目标还能勉强拦截，但高达5马赫的目标，他们还真是无能为力。吴真8的速度和高度，像爱国者这样的常规防空系统已经无法拦截了。毕竟上了3万米的临近空间，这里空气稀薄，爱国者导弹的多面管不管用还得另说，只能用反导系统展开拦截。下面我们把美军的反导武器挨个排队。标准1、标准2就不用提了，这兄弟俩压根够不到吴真8的高度。标准6最大升限3万米，但最大作战高度为2.5万米。说人话就是标准6能飞上去，但此时燃料已经耗光，只能依靠惯性飞行，在临近空间毫无机动能力。面对自带氧化剂活蹦乱跳的吴真8，只能干瞪眼儿。有的伙伴说，阿董，你莫不是忘了美军的反导主力标准3？标3确实牛逼，作战高度16万米，但可惜这货又飞过头了。标3目的是为了拦截大气层外的目标，用运载火箭先把导弹拦截器发射至目标轨道，之后导弹拦截器再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。但这种导弹拦截器设计的是在轨道高度使用，完全没有考虑气动外形，在距离地面100公里的卡门线内完全就是个棒槌。所以说标准6还是搞不定吴真8。美帝设计的2至10万米临近空间高度的反导拦截，其实是由萨德反导系统负责，理论上刚好对应吴真8的工作高度。但可惜萨德针对的是莱西弹道导弹，弹头在大气层内只能依靠侧推机动，机动能力很低的。面对具备自主机动能力的吴真8，它还是没戏。所以吴真8如果在美帝头上飙车，它还真是只能干看着。目前确实没有有效的拦截手段，当然有矛就有盾，这并不排除未来会有反制吴真8的武器出现，但这又如何呢？作为一架无人机，吴真8没有飞行员，完全不怕消耗，而且成本肉眼可见的低。珠海航展上亲眼看到地勤小哥穿着皮鞋站在机身上，拿着水龙头对着吴真8一顿输出。这画面虽然太过惊悚，但也反映出这玩意儿确实属于量贩式，能够敞开了造的。最要命的是，就算你费劲巴拉把它打下来了，同时也必然会暴露开火位置，怎么算咱都合适。这确实有点太恶心美帝了。由于火箭发动机在大气层内工作效率差，所以吴真8目前主要还是由6野带到高空中投放，但这并不排除吴真8自主起飞的可能。目前猜测吴真8的侦察半径在2000公里左右，活动范围也不过是刚刚抵达第2岛链。如果把这货搬上航母或者是076，随着远洋舰队一起活动，或许这才是吴真8大显身手的时候呢。